李长寿站在水晶宫的遗址上，看着面前的海底深坑，不由有些费解。不是，跑什么？都跑个什么？本来有牛头马面作为助演嘉宾，李长寿觉得自己这次可以稳妥一些，不必出手。拖延、突围、逃脱，本体也有较高的把握。但是第一套方案顺利进展到一半，大法师突然一声令下，他这个准师弟只能够被动营业，改变思路，录一录人教弟子天庭文官玄都小法师的传统技艺。这个时候问题似乎变成了一人面对数千高手怎么妥善处置，而实际上问题其实是有98%把握可以随时遁走的自己，在面对数千缺乏大神通者的高手时，怎么才能不经意间让他们知道他们破不开自己的防御。李长寿之所以能够如此果断临时换剧本，主要也是因为之前做好了这一套备用方案，发难之前胸有成竹。其次是因为此地没有圣人弟子级的强者，洪荒凶兽也有强弱，文静和金蝉子已经算是其中的狠角色，西海龙宫的这一批凶兽明显弱了一些。再有，此地这批龙族都是被西方教以咒法控制了心神，所以一个个老龙实力高强，是西海龙宫漫长岁月的积累，但并无西海龙王这般真正的远古大手子存在，也无镇守海眼的远古战龙现身，不然李长寿也不敢轻举妄报。做完了一系列的操作，让李长寿非常费解的是，这场灵爆过后，敌军就这么退了，对方退得很快，灵爆余韵尚未消散，众叛龙已经是齐齐掉头，火速撤离水晶宫中。走的时候，不少凶兽和叛龙口中骂骂咧咧的，喊着天庭文官如何如何，还说什么天庭武将都是幌子，真正的狠人都在文官中养老云云，摆明了是污蔑天庭众仙神和蔼可亲的形象。但是对方迅速退走，让李长寿略微有些遗憾，毕竟自己今天已经做好了牺牲3只以上金仙境指导人的准备。金仙境指导人同时存在的数量有上限，但是毁了之后可以再制作呀。对方为什么会退？这些叛龙不是都被西方控制了心神，说好的悍不畏死呢？刚才的这一场灵爆造成的杀伤并不算多强，也就是将乾坤封禁核心范围内的那些老龙撕碎了大半，小半还是留有全尸的。但也因为这些25载龙密集的站位以及乾坤封禁，让灵爆的威力打了折扣，其他数千高手只有30%负伤，70%大多无恙。外围叛军倒是死伤较多，但是大多都是一些真仙境的仙交兵，充分演绎了炮灰一词在洪荒中准确的定义。对方撤退时，不只是这数千高手退走，外围那数10万大军也是迅速的退去犀牛贺州，阵型都完全不顾，逃得异常狼狈。李长寿来不及追赶，只能凭借尚未完全凝成的水神神位，平息了西海的咆哮，减少海中生灵死伤，避免给自己增加太多业障。然后心底梳理着这一套方案后续的一系列操作，略微惋惜。又没法施展了，算来算去还是算不准生灵之心。这一次算错的是敌手心里的承受能。此刻以李长寿为原点，背后的扇形区域内，小半水晶宫安然无恙。显然在刚才灵爆时，有塔爷出手相助，护住了西海龙宫这批仅存的火种。再次恢复了人形的敖氏，此刻正趴在李长寿的身后，浑身上下满是伤痕，气息奄奄，已经是重伤了。稳一手，李长寿打出了一道仙力，为敖氏的龙魂加了几10层的封禁，免得他自爆。李长寿随后探查各处，开启部分指导人，接应3路赶来的龙族高手，让他们避免与叛军主力遇上，增加无谓的伤亡。五行大阵的光魔缓缓收回，葫芦灵娃将小葫芦
带回头顶，各自化作纸人，朝着葫芦藤飞去，钻入了一只只裂开的葫芦中。李长寿张开左手，葫芦藤钻回他的袖口，又看脸面前的深坑，轻轻叹息，转过身去，朝着西海龙王走了2步。那100多名仙教兵下意识地后退半步，簇拥在宝座周围的龙族高手目光是无比的复杂。在宝座后面，那2个头套战巫蹲在那儿，双手揣在袖子里面，此时正小声嘀咕：这就是水神说的拖延时间？可不嘛，把敌军都杀了，为己方援军争取冲过来的时间，这不也算拖延时间吗？咱还拘魂去不？咋拘啊？哪里还有魂啊？水神过来了，快走快走！嘀咕声中，2巫直接跳到李长寿的身后，抱着胳膊，拖着一堆铁链走到了西海龙王身前。在侧旁那端庄秀丽的龙母搀扶下，西海龙王有些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躬身道：多谢水神救命之恩。龙王爷不必多礼。李长寿忙回了一句，又拿出2瓶丹药。龙王可是中了毒？不错。西海龙王闻言颇为羞惭，明明此前水神已经提醒过，但吾还是大意中了算计，不曾想他西方已是将吾龙宫完全掏空。李长寿左手轻轻摇晃，将已经只剩大概轮廓的敖氏放到了龙王龙母面前。龙王双目瞪圆，劈手就打，要将敖氏毙于掌下。侧旁龙宫战将长老不少人小声呼喊：陛下！陛下！那龙母也是向前伸手想要阻拦，但是素手抬起，话语只有一个避字，就顿住了身形。敖氏已不能活。但是李长寿此刻却站了出来，低声叹道：龙王爷，此时大杀不得。西海龙王双目通红，水神何必为这逆子求情？非是求情，敖氏犯上作乱，遇事亲附，罪大恶极，按理当斩。但龙王与敖氏此刻都在天庭神位序列，是否将敖氏带去天庭，由玉帝陛下发落，才更稳妥一些呢？待玉帝陛下下令，若是要处死敖氏，自是将他推上天庭斩龙台。天道铡刀落下，一颗龙首落地，天道自会为他解了那心魔之咒。若那时敖氏诚心悔改，或许陛下也会动一动恻隐之心，让他有真灵轮回之机。李长寿话语一顿，西海龙王龙母以及周遭那些长老各自对李长寿投来了感激的目光。敖氏今日所作所为，哪怕是被控制了心神，也是要斩的，不然龙王威信全然不复。李长寿主动站出来阻拦，一是为了避免亲父杀子的悲剧，二是顾全天庭的威严，三可以趁机让天庭与地府有第一步正式接触。只是寥寥几句话，背后却有诸多考量，也算是受的一点小智慧。李长寿又问：龙王爷，敖氏他们为何此前围而不攻？他们在逼问西海的宝库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，这话题不宜多问，免得又被当作自己暗示什么。忽听龙吟阵阵，南北各有数十条苍龙冲入海水，朝此地赶来。正此时，龙宫上方传来阵阵雷声，一道金光照下，其内飞出了一排排天将，却是李长寿此前安排的救援与掩护方队准时登场了。场面顿时有些尴尬。不多时，南海北海龙宫的100多高手以及天河10万水军围在水晶宫废墟之外，看着空荡荡的战局，陷入了疯狂的自我怀疑。这还用得着他们吗？半个时辰之后，西海龙王带着残部以及3海龙宫支援来的高手，暂时去了西海海眼协防。李长寿也命天河水军回天庭，赶去北天门
准备第2波空降。随后李长寿看着面前这2大坛龙王血，眼底满是笑意。好东西啊，这是刚才为西海龙王疗伤逼毒时汇聚了龙王体内大量剧毒的龙王血，毒丹原材，金仙剧毒。根据李长寿初步判断，这种毒应该是来自于某只鸿蒙凶兽，乃先天剧毒，毒性之霸烈，让西海龙王这种老牌大罗金仙都差点扛不住。虽然暴露了葫芦灵娃这张底牌，但自己的底牌库很快就能迎来一波扩增。李长寿小心翼翼地拿出3只宝囊，连续套了3层，将这2大坛龙王血收了起来。这里条件比较简陋，不能够轻易触碰这种剧毒，还要等龙族战士休了，用指道人找一个荒山慢慢处置。你弄这玩意儿干啥？太爷在心底懒洋洋地问了一句，语重心长地教育道：爆啊，爆就完事儿了，毒算什么本事？难登大雅之堂，你可是掌握了化身灵爆秘法的男人，多爆几场，云霄仙子能不对你倾心呢？李长寿笑而不语，已经习惯了塔言的这般浪言浪语。水神大人，咱们再去哪儿啊？您说的台词咱们兄弟俩都背过了。牛头在旁边弱弱地问。我们地府阴司永远是水神大人您的同伴。马面赶紧补充。李长寿含笑点头。刚才多亏了2位道友相助，不然场面定会一发而不可收拾。大人，您别这么说，要不是我跟马面非要跟过来，那些龙宫叛军呢，估计跑不了几个。话非如此。李长寿刚要解释刚才的局势变化，一旁海水中出现了那张熟悉的太极图。李长寿与牛头马面立刻游了过去，消失在此地。他们走后，几道身影从四面八方飞出来，在那海底深坑开始忙碌，将此地的尸身挨个补刀，用摄魂珠收摄残魂，随后又将这些尸身聚在一起，点燃了3昧真言。诵经诵的是渡人经、消灾祈福咒、太清定魂咒。一只指道人在海水中撑开一颗气泡，将那些灰烬聚来，复扬之，又在其气泡内吹起唢呐，仪式感瞬间拉满。海神庙中，大法师、云霄仙子、李长寿、牛头马面接连现身，仿佛此前都没有出去过。李长寿闭目凝神，通过指道人监察四海各处动静。对于西方而言，虽然在西海未能寻到龙之宝材，但因为退得果断，自身损失并不太大，今日怕是远不会罢休。此时南海、东海已陷入了动乱，海族叛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，龙族战线一时吃紧。大法师见李长寿皱眉问道：长庚如何了？各处乱起了，弟子，我安排的指道人已经发现了那股西海龙族叛军，他们在犀牛贺州边缘北上南下，看来应该是要攻北海和南海。西方这次目的明确，要得的就是龙宫无数岁月的积累，作为西方大兴的基础。大法师皱眉：西方大兴是我道门于何地？这般，云霄师妹，你护长庚去南海，我去北海坐镇，务必坏掉西方算计。此举所谓道门气运昌隆。言罢，大法师背后浮现出一张太极图，转身迈入其中。侧旁静静而立的云霄仙子不由轻轻眨眼。我似乎被安排了。李长寿却是忙道：师兄，此事……太极图一闪而没，玄都大法师已经没了踪迹。云霄不由轻笑了一声，柔声道：玄都师兄所说也有理，与西方相抗并非单单人教之事。李长寿无奈一笑，随即道：
刚才出手斗法，让你见笑了。道友出手，不动则已，一动若山崩。道友这是生得晚了，若是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修行，早已是一方大能矣。李长寿摇摇头，笑道：你不觉得我做事不择手段便好？云霄略微歪头，目中流露出少许的思索，轻声问：道友莫非觉得我只知修行，而不知洪荒艰险？李长寿温声笑着，缓缓摇头。二人对视一眼，彼此也觉得了解对方多了少许。角落中，牛头小声道：哎，妈，咱俩挺尴尬的呀，在这儿。马面还来不及说话，一张太极图浮现在两个人背后，两只大手凭空探出，将这哥俩直接拉入其中。大法师的嗓音从太极图中传了出来：长庚，接着！一道乌光飞来，径直落在了李长寿面前，被李长寿双手捧住。先天功德灵宝，太清圣人炼制的那把乾坤尺。这尺子的造型就如同一把钝剑，曾打过东皇钟，砸过鲲鹏魂，算是人教少有的功法灵宝。当然了，这如玄黄塔一般，只是借来，并非赐下。说借来也有些见外，这应该算是人教特色项目，共享灵宝。乾坤尺轻轻震颤，一缕灵性在李长寿的心底响起，却是跟玄黄塔说起了相声。咱们且去南海龙宫吧，莫要耽误了正事。云霄仙子主动开口：将你扯入了这般因果当中，不怕。云霄目含星光，背负着小手道一句：你多费些心思安排布置，别让我有机会出手就是。